2026年3月，內政部公布了一組數字，這組數字讓所有人口學家倒吸一口涼氣。截至2026年2月底，台灣總人口數為2328萬零273人，已經連續26個月負成長。什麼意思？就是連續2年多，每一個月這座島上的人都在變少，平均每天減少將近286人，相當於每5分鐘就有一個人從這塊土地上消失。而更可怕的是，2月份的新生兒數量只有6523人，這是有記錄以來台灣首次單月新生兒跌破7000人，6523。你知道這代表什麼嗎？大約每 6.2 分鐘才有一個嬰兒出生，而同一時段大約每 2.7 分鐘就有一個人死亡，出生速度只有死亡速度的一半不到。這不是生不如死的比喻，這是數學上的精確描述。好，如果只是1-2個月的數據波動，也許我們可以安慰自己說，這只是暫時的。但問題是，這條曲線已經連續崩了10年。我帶大家回顧一下，2015年，台灣還有 21.3 萬多個新生兒，2016年跌到 20.8 萬，2017年 19.3 萬，2018年 18.1 萬，2019年 17.7 萬，2020年 16.5 萬，2021年 15.3 万，2022年 13.8 万，2023年 13.5 万，2024年 13.4 万，然後到了2025年，一口氣崩到107812人，首度跌破11萬大關。你看到了嗎？10年之間，新生兒數量直接腰斬，從21萬掉到10萬出頭，整整少了一半。而且最恐怖的是，這條下跌曲線不是緩緩下滑，而是越跌越快。光是2025年和2024年相比，1年之間就少了將近 2.7 萬個新生命降臨的可能性。1年少掉 2.7 萬個嬰兒，這是什麼概念？大約等於整個台東縣的新生兒全部憑空消失，然後再加上半個花蓮縣。而國家發展委員會拿到這些數字之後，做出了一個讓全台灣震動的預測。他們原本在2024年10月的人口推估報告中設定了3種情境，最樂觀的總生育率是 1.05， 中等推估 0.95， 最悲觀的低推估是 0.84。 結果呢，2025年的實際總生育率出來了 0.695， 比最悲觀的預測還要再低 17%。 0.695 是什麼意思？平均每位台灣育齡婦女這輩子只會生 0.695 個小孩，連一個都不到。也就是說，大約每3位婦女中只有2位會生一個孩子，另外1位一輩子不會生。這個數字意味着國發會之前所有的人口模型全部報廢，他們現在打算在今年8月發布全新的人口推估，而且將首度採用超低生育率模型。什麼叫超低生育率模型？就是過去國發會從來沒想過台灣會掉到這麼低，所以連模型都沒有準備過，現在他們得從頭建一個。而根據這個新模型初步推算，原本預估2070年台灣人口才會減半，現在要提前5年，也就是2065年，台灣總人口就可能跌破1200萬人。1200萬，我們現在是2328萬人，40年後只剩一半。而且請注意，這1200萬人裡面，很大一部分是70-80歲的老人。到那個時候，走在街上放眼望去，你看到的可能不是充滿活力的年輕城市，而是一座巨大的安養院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台灣到底怎麼了？為什麼我們會從一個曾經年出生40萬嬰兒的地方，變成全世界最不想生小孩的國家？沒錯，你沒聽錯，全世界最不想生。2025年的出生率，台灣只有4.62%，也就是每1000個人裡面，一年只有4.62個嬰兒誕生。你知道隔壁韓國多少嗎？6.7%。日本呢？5%以上。過去好幾年，大家都說韓國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，台灣一直是倒數第2。但2025年，韓國的總生育率竟然從谷底反彈，回升到了 0.8%， 他們連續2年回升了。而台灣呢？我們還在自由落體，這是一個非常諷刺的對照。台灣2025年的人均 GDP 預估達到 3.8 萬美元，史上首次同時超越日本和韓國。經濟成長率在 AI 和半導體的帶動下飆到 7% 以上，股市一度突破 2.8 萬點。我們有了史上最有錢的一年，
卻也迎來了史上最不想生的一年，錢賺得比鄰居多，孩子生得比鄰居少。這就好像一個人拼命工作，升職加薪，賬戶裡的數字越來越漂亮，但回到家裡，房子空蕩蕩的，沒有孩子的笑聲，沒有家庭的溫度。你 GDP 再高，生育率墊底，40年後人口減半，這筆賬到底划不划算？要理解為什麼台灣人不生小孩，我們必須先理解一件事。很多人的直覺反應是，年輕人結婚後不想生，但其實人口學家早就發現，台灣的問題根本不在婚後不想生，而在根本不結婚。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數據清楚顯示，在東亞社會裡，生育和婚姻是高度綁定的。台灣的非婚生育比例長期偏低，不像北歐國家那樣不結婚照樣生。在台灣，不結婚幾乎就等於不生，而現在的狀況是，結婚的人越來越少。2025年的結婚對數只剩10萬出頭，也創下歷史新低。結婚率連續8年下降。台灣適婚年齡，男性的有偶率甚至不到30%，10個年輕男性裡面只有不到3個人結了婚，那剩下7個呢？他們去哪了？答案是他們在加班，在還學貸，在存頭期款存到天荒地老，在交友軟體上左滑右滑，在打電動、看直播、刷短影音。他們並不是不想結婚，而是覺得結婚這件事離自己太遙遠了。為什麼遙遠？因為結婚的前提是什麼？在台灣這個社會，雖然沒有人會明說，但大家心裡都有一個潛規則，那就是你得先有一個穩定的經濟基礎，要有房子，或者至少要有能力付房租，要有存款，要有能力養家。可現在的台灣，房價所得比已經逼近20倍，什麼意思？就是一個中等收入的家庭，不吃不喝不花1毛錢，要存整整20年才買得起一間房子。如果你住在台北，那更慘，那個數字可能要翻到30倍以上。一個剛出社會的年輕人，月薪3萬出頭，扣掉房租 1.2 萬，伙食費8000，交通手機雜支5000，每個月能存下來的大概5000到8000塊，一年存8萬到10萬。台北一間小套房要1500萬，你算算看，頭期款300萬，他要存30年。30年後他已經55歲了，你告訴我他怎麼結婚，怎麼生小孩？而且別忘了，這還是在不吃不喝的理想情境下，現實中你還要社交，要偶爾吃一頓好的，過年要包紅包，手機要換，電腦要修。一旦把這些算進去，那個數字就更絕望了。所以你看，不是年輕人不想生，是整個系統把生小孩這件事的門檻拉到了一個離譜的高度。你得先買得起房才敢結婚，你得先結婚才敢生小孩。可房子買不起，婚也結不了，孩子自然生不出來，這是一個環環相扣的死結。但如果你以為只有經濟因素，那你就太天真了。經濟壓力是第一刀，但真正殺死生育意願的是一把更隱蔽的刀，我管它叫做結構性的疲憊。怎麼叫結構性的疲憊？就是即便你有錢，你也不一定想生。因為生了之後呢，你會發現整個社會並沒有真的準備好迎接一個新生命。你要找托嬰中心，等候名單排到孩子2歲了還沒排到，你要請育嬰假，老闆嘴上說支持，但你請完假回來，發現自己已經被邊緣化了。你要讓另一半在家帶小孩，那家庭收入直接砍半，房貸馬上繳不出來。尤其是女性，在台灣的職場文化裡，懷孕和生產仍然是一種隱形的懲罰。很多女性知道，一旦她們生了小孩，職涯就會出現一個巨大的斷層，升遷的機會被壓縮，薪水的增長被凍結，更不用說那些來自長輩的壓力。你要怎麼帶？要不要辭職在家帶？母乳要餵到幾歲？副食品怎麼做？一個女人，如果她選擇在30歲生第一胎，她接下來的人生基本上被育兒這件事填滿到至少40歲，10年的青春年華全部獻給一個還不會自己穿鞋的小生命。哈佛大學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勞蒂亞·戈丁曾經做過一個非常經典的研究，他發現歐美國家的生育率之所以能逐步回穩，關鍵在於男性願意改變。在北歐國家，爸爸請育嬰假是常態，男性分擔家務的比例很高，整個社會對父親角色有了全新的定義。但在東亞呢，日本、韓國、台灣
男性的育兒參與度依然偏低。這不是因為亞洲男人天生懶惰，而是整個社會的結構，從職場文化到家庭期待，都在把帶小孩這件事默認為女性的責任。戈丁的結論非常犀利，他說東亞的低生育率之所以一蹶不振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男性不願意改變。當女性被期待同時扮演職場精英和全職媽媽兩個角色，而男性只需要扮演賺錢養家一個角色的時候，女性的理性選擇就會是不生，因為生育的代價幾乎全部由她一個人承擔，而她得到的社會支持卻少得可憐。好，讓我們把鏡頭拉遠一點，看看這場生育率崩盤到底會把台灣帶向什麼樣的未來。國發會的推估是這樣的，台灣的工作年齡人口，也就是15歲到64歲的人，在2024年大約是1611萬人，但到了2070年，這個數字會降到661萬到776萬之間。也就是說，現在台灣每10個人裡面，大約有7個人在工作年齡，到了那個時候，可能只剩下不到一半。而且請注意，因為2025年的生育率崩跌完全超出預期，國發會現在推估15年後，也就是大約2040年左右，進入職場的年輕勞動力會比原先預期再少 20%。 20% 是什麼概念？假設台灣15年後，原本預計每年有20萬個年輕人進入職場，現在變成只有16萬，少了4萬人，4萬個人的勞動力缺口每年都會發生，而且會越來越大。那誰來填這個缺口？答案是中高齡勞工。國發會的內部評估顯示，45歲到64歲的中高齡勞工佔比將會明顯上修。原本預估2070年這個比例是 55.9%， 現在可能突破 60%。想象一下，到了那個時候，你走進一家公司，超過一半的員工都是45歲以上的中年人和準退休族。不是說中高齡勞工不好，但一個勞動市場如果缺乏年輕血液的注入，它的創新能力、它的活力、它的競爭力必然會大幅衰退。更可怕的是撫養比。什麼叫撫養比？就是每一個工作年齡人口需要撫養多少非工作年齡人口。國發會原本推估要到2070年，扶老比才會突破 100%， 也就是一個工作的人要撫養一個老人。但現在這個時間點可能會大幅提前。想想看，一個30歲的年輕人，他的薪水要養活自己，要繳房貸，同時還要透過稅收和健保支撐一個70歲老人的退休金和醫療費用，這就是 100% 扶老比的意思。而如果他同時還要養自己的孩子呢，他就是被壓扁的那個三明治。這還沒算社會保險的危機。你知道台灣的勞保基金嗎？按照目前的精算，勞保基金最快在2028年就可能面臨破產危機。政府已經多次注資挹注，但如果繳保費的年輕人越來越少，領退休金的老人越來越多，這個基金就像一個洞，越挖越大的水桶，你再怎麼往裡面加水，它也裝不住。健保也是一樣，台灣的全民健保之所以能運作，靠的是大量年輕健康的人繳保費，去補貼少數生病的老年人。但當老年人的比例持續增加，年輕人持續減少，這個平衡就會被打破，健保費會越調越高，而服務品質卻可能越來越差。你排隊等一個門診，可能從現在的1個小時變成3個小時，因為醫生也退休了，新的醫學生也變少了。有人可能會說，台灣可以靠移民來補充人口，這個想法有沒有道理？有，但也沒有。台灣確實有引進外籍移工和新住民的政策，每年大約有幾萬名來自東南亞的新住民定居台灣，也有不少外籍移工在工廠和長照機構工作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台灣在吸引高階人才移民方面的競爭力，其實遠不如新加坡、香港，甚至日本。語言障礙是一個原因，台灣的官方語言是中文，這對很多外國人來說是一道高牆。薪資水準也是一個原因。雖然台灣的人均 GDP 已經超越日韓，但在絕對薪資數字上，對於國際高階人才的吸引力仍然有限。更重要的是，移民只能緩解勞動力的短期缺口，但無法真正解決低生育率帶來的結構性問題。因為移民進來的人也會變老，他們也需要退休金和醫療照護。除非台灣能持續不斷地吸引大量年輕移民，否則移民只是把問題往後推了10年、20年而已。而且說實話，
台灣社會對於移民的接受度也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。我們嘴上說歡迎多元文化，但實際上呢，外籍看護在台灣的勞動條件經常被批評為血汗。新住民的子女在學校裡偶爾還是會遇到異樣的眼光。如果我們連善待已經在這裡的移民都做不好，又怎麼期望吸引更多人來？那我們來看看韓國的經驗。因為韓國曾經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，但他們竟然開始反彈了。2023年，韓國的總生育率跌到最低點 0.72， 然後2024年微幅回升到 0.75， 2025年繼續升到 0.8。雖然離人口替代水準的 2.1 還差得非常遠，但至少趨勢逆轉了。韓國做了什麼？他們在2024年成立了一個叫做人口戰略企劃部的專門機構，從中央層級全力推動生育政策，每胎補助200萬韓元，大約台幣 4.3 萬元，第二胎加碼，0歲到7歲的育兒津貼最高可以拿到2960萬韓元，換算台幣大約64萬。同時強化托育服務，擴大產後支持，推動職場彈性制度。但真正有趣的不是補助金額，很多國家都在撒錢鼓勵生育，效果通常不太好。韓國這次做對的一件事是他們設計了一套接力式的照護系統。懷孕的時候，媽媽可以拿到一張叫做國民幸福卡的卡片，這張卡整合了產檢補助、交通費、產後調理院津貼，所有的補助全部存在這張卡裡面。你去醫院產檢不用付錢，卡片自動扣。你搭計程車去產檢也可以用這張卡。生完之後住進產後調理院，同樣是這張卡支付。一位旅居韓國的台灣媽媽分享她的經歷，她說第一次去產檢的時候非常緊張，擔心費用會很高。結果護理師笑着跟她說，不用付錢，產檢費用全由卡片支付。就是那一個瞬間，她突然覺得這個國家是認真在支持你當媽媽這件事的。而韓國生育率回升的最直接原因，其實是結婚人數增加了。2024年，韓國結婚數大增 14.8%， 2025年又增加 8.1%， 結婚的人多了，隔年的出生數自然就跟着上來了。這個邏輯其實非常簡單，你要解決生育率，首先要解決結婚率，而要解決結婚率，你就得讓年輕人覺得我結得起婚，而且結了婚之後不會變得更慘。連首爾這個全韓國生育率最低的城市，2025年的出生率都大增 8.9%。首爾的房價比台北更誇張，競爭壓力比台北更大，但他們的年輕人居然開始願意結婚生子了。這說明什麼？這說明政策是有用的，前提是你得做對事情。那台灣呢？台灣做了什麼？說實話，台灣不是沒有做事。這幾年政府推出了不少育兒補助、托育補助、育嬰留職停薪津貼，但問題是什麼？問題是這些政策是零散的、碎片化的，缺乏一個整體性的戰略思維。你今天補貼一點奶粉錢，明天發一點生育獎勵金，後天說要增設公立幼兒園，但這些動作加在一起，有沒有真的讓一個年輕人覺得好，我可以結婚了，我可以生小孩了？答案多半是沒有，因為他面對的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，但政府給他的只是一些點狀的補丁。他的困境不是少了一罐奶粉錢，而是整個人生規劃被高房價、低薪資、高工時、缺乏育兒支持，這4座大山給壓得喘不過氣。你不能只在山腳下放一個小帳篷就告訴他你可以爬了，你得把整條登山路線重新鋪設一遍。民間團體一直在呼籲，台灣需要像韓國那樣把少子化提升到國安危機的層級來處理，不是由衛福部或者教育部單獨來扛，而是由行政院甚至總統層級成立一個專責的跨部會機構，統合住宅、勞動、教育、社福、性別平等所有相關政策，然後用一個完整的戰略框架去推動。星光醫院的副院長洪子仁在2026年元旦就公開示警，說這是一場國安危機。他在醫院裡待了30多年，親眼看着星光醫院從一年接生數千名嬰兒，到現在產房越來越冷清。他說，那些新生兒的啼哭聲是醫院最動聽的交響樂，但這幾年，這首交響樂的音量越來越小了。讓我們想象一下，如果什麼都不改變，40年後的台灣會是什麼樣子？2065年，台灣總人口跌破1200萬，比現在少了一半以上。
65歲以上的老人可能佔總人口的 40%， 甚至更多。也就是說，每10個台灣人裡面有4個以上是老人。街上到處是空蕩蕩的學校，因為沒有學生了。曾經人滿為患的國小和國中，一間一間關門，教室變成倉庫，操場變成停車場。偏鄉地區首先淪陷，其實現在已經開始了。你去台灣的東部或者南部的鄉村看看，很多村落只剩下老人，年輕人全跑到北部和西部的都市去了。學校併校，郵局裁撤，公車路線減班，再過20年，這些地方可能會變成真正的無人之地，整個村子只剩下幾戶老人和幾隻流浪狗。都市呢？都市也不會好到哪裡去，勞動力短缺會越來越嚴重，工廠找不到工人，餐廳找不到服務生，醫院找不到護理師。你以為 AI 和自動化可以解決一切？也許可以解決一部分，但有些事情是機器做不了的，比如陪伴一個失智的老人，比如幫一個獨居老人換尿布，比如在凌晨3點聽一個孤獨的老人說他害怕。而經濟呢？一個人口持續萎縮的社會，它的內需市場會越來越小，消費力會越來越弱，年輕人越來越少，意味着創業的人也越來越少，創新的動能也越來越弱。台灣引以為傲的半導體產業，如果找不到足夠的工程師，它還能維持全球領先地位嗎？台積電現在已經在全世界到處蓋廠，某種程度上也是因為台灣本地的人才供給已經開始出現瓶頸。房地產呢？很多人現在搶破頭要買房子，覺得房價只會漲不會跌。但你想想，40年後人口少了一半，需要房子的人也少了一半，那現在蓋的這些房子誰來住？日本的經驗已經給了我們答案。日本的鄉村地區有大量的空屋，有些房子甚至免費送都沒有人要，因為那裡已經沒有年輕人了，沒有人口了，房子再便宜也沒有意義。那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扭轉這個趨勢？坦白說，如果你期待的是生育率在5年、10年之內大幅反彈，那幾乎是不可能的。人口問題有一個特性，叫做慣性，就像一艘巨輪，你把舵轉了，但它還會繼續朝原來的方向滑行很長一段時間。即使今天開始所有政策完美到位，20年內出生的人數已經決定了，因為今天的嬰兒數量取決於20-30年前出生的育齡人口，而20-30年前出生的人本來就已經比之前少了，所以未來的潛在母親人數只會越來越少。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什麼都不該做，事實上我們必須做，而且要做得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認真。第一，要從根本上解決年輕人的經濟安全感問題，不是發一次性的補貼，而是要讓年輕人真正覺得我的收入可以支撐一個家庭的基本生活。這包括提高實質薪資，抑制房價飆漲，降低育兒的經濟門檻。韓國的經驗告訴我們，當政府把從懷孕到育兒的經濟負擔大幅降低，而且讓年輕人感受到這種降低是真實的、持續的、系統性的，他們是願意生的。第二，要徹底翻轉職場文化，育嬰假不能只是法律上存在的條文，而要變成職場上真正被尊重的權利。男性的育兒參與必須被鼓勵，甚至制度化。企業需要被引導，甚至被要求提供彈性工時和遠距工作的選項。一個女性不應該因為懷孕而被迫在事業和家庭之間做一個殘酷的2選1。第三，要建立真正完整的托育和照護體系，不是那種你要排隊半年才排得到的公立幼兒園，而是像韓國那樣的無縫接力，從懷孕產檢到生產住院，從產後調理到嬰幼兒托育，從幼兒園到國小課後照顧，每一個環節都有人接住你，讓你不會覺得自己是孤軍奮戰。第四，要重新思考家庭的定義和社會對婚育的態度。台灣社會對於非婚生育的接受度仍然很低，但現實是越來越多年輕人根本不打算結婚。如果我們繼續把結婚當成生育的唯一合法通道，那生育率就會被結婚率綁架。也許我們需要像一些歐洲國家那樣，讓不婚的伴侶也能享有和已婚夫妻同等的育兒權益和社會支持。第五，要認真面對移民政策，不是敷衍的開放一些低階勞動力的引進，而是制定一個有吸引力的高階人才移民政策，同時提升社會對多元文化的包容度。新加坡和加拿大的經驗都值得參考。
最後我想說一個也許有點哲學的觀點，生育率下降這件事，從個人層面來看，其實是完全理性的選擇。在一個高房價、高工時、高壓力的社會裡，不生小孩可以讓你的生活品質更好，可以讓你的自由度更高，可以讓你把有限的資源投資在自己身上，而不是分散給下一代。從個人理性來看，不生是最優解。但當每一個個體都做出對自己最好的選擇的時候，整個社會卻走向了一個對所有人都不好的結局。這就是經濟學裡面說的合成謬誤。每個人都理性的不生小孩，結果整個社會的人口結構崩塌，經濟萎縮，社會保障破產，最後連不生小孩的人自己的老年生活也受到影響。這就像一個劇場裡面，前排的人站起來想看清楚舞台，於是後排的人也不得不跟着站起來，最後所有人都站着看戲，腳很酸，視野也沒有比坐着的时候好多少。最理性的集体選擇其實是大家都坐下來，但誰先坐下呢？要讓年輕人願意坐下來，願意重新考慮生育這件事，光靠呼籲和道德勸說是沒有用的。你不能一邊讓年輕人買不起房子，一邊跟他們說多生幾個對國家有貢獻，那是在羞辱人。你必須先把椅子放好，把視野調好，讓他們覺得坐下來是安全的、舒適的、有尊嚴的。台灣現在站在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，我們還有最後一個窗口期，因為現在的育齡人口雖然在減少，但還沒有完全消失。如果在未來10年之內，台灣能夠推出一套真正有力的、系統性的、讓年輕人感受得到的政策，也許我們可以像韓國一樣，至少讓這條曲線止跌回穩。但如果我們繼續像過去10年那樣，只是零零星星地修修補補，只是在新聞出來的時候嚇一跳，然後很快就忘了，那國發會的預測就會成真。2065年，1200萬人的台灣，一座巨大的安養院島嶼，你願意讓那個未來發生嗎？也許你會說，那是40年後的事，跟我有什麼關係？但你想想，40年後的2065年，如果你現在是20歲到30歲的年輕人，你剛好是70、80歲，你就是那個安養院裡的老人，而照顧你的人可能找不到，繳你退休金的人可能不夠，為你看病的醫生可能排不到。這不是別人的未來，這是你的未來。今天就先聊到這裡。數字不會說謊，但數字也不會自己改變，改變得靠我們每一個人，不只是生不生小孩這個選擇，而是我們願不願意推動這個社會變成一個讓人敢生的地方。